Hello，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的一个原住民保留地。大概2周之前，我在圣劳伦斯河边一个公园飞无人机的时候我就把无人机飞到了河对岸，看到了一片居民区，它的房子色彩比较鲜艳，和我之前看到的其他的居民区风格不太一样，所以说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就查了一下资料，才知道这是莫霍克原住民保留地。在加拿大和美国，人们提起原住民的时候通常习惯统称为印第安人。实际上，这种叫法是不科学的，因为印第安这个词汇是歧视性词汇科学的叫法呢，应该叫做美洲原住民。就像因纽特人不喜欢被叫做爱斯基摩人一样，因为爱斯基摩人翻译过来就是吃生肉的远方的异族人。因此这个名字呢也是带有歧视性和不尊重的色彩，所以说大家以后不要再使用爱斯基摩人这个词了。印第安人这一称呼是欧洲人对美洲土著的统称，它指的是除因纽特人以外的所有的美洲土著的统称。以前呢，我认为印第安人指的是一个民族实际上它不是，而且呢，它的语言就有上百种。说到加拿大的原住民呢，就不得不提起伊洛魁联盟了。伊洛魁联盟呢，是指一群居住于今日美国纽约上州、宾州、俄亥俄州和加拿大魁北克的印第安人。伊洛魁联盟的意思呢，就是居住在长屋的人们。这里的长屋指的就是莫霍克人同一家族几代人居住的那种30-40米长的房子。起这样的名字，当然就是希望联盟成员能够像家人一样和睦相处。伊洛魁联盟是由莫霍克人、奥奈达人、奥农达加人、塞内卡人、卡尤加人、塔斯卡洛拉人6个部落组成，因此称为6族同盟。今天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伊洛魁联盟部落成员之一蒙特利尔原住民莫霍克族人保留地。很多人可能没听说过莫霍克族，但是提起莫霍克发型的话，可能就有人知道了。莫霍克人是伊洛魁联盟中位于东侧的北美原住民部族，起源于纽约上州的莫霍克谷，历史上占据了包括从魁北克南部至安大略东部的地区。他们现在主要聚居于安大略湖和圣劳伦斯河一带。莫霍克人的传统领地呢，是南至莫霍克河，东至佛蒙特州绿山山脉，西至奥奈达人的传统领地，北至圣劳伦斯河。他们是伊洛魁联盟的原始成员，被称作东边门户的守护者，几百年来保护联盟免受英格兰和下纽约地区部族的入侵。莫霍克族宗教呢以泛灵论为主，泛灵论呢又称万物有灵论，是一种认为天地万物、动物、植物、环境、天气乃至言辞、画像、建筑或其他人工产物都是有灵魂，能够思考、获取经验的主体，并能够操纵或者是影响其他自然现象乃至人类社会的世界观。车开进莫霍克保留地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的停牌是由双语组成的上面那个 stop 是英语，下面的是莫霍克语，可见他们还是非常重视保护自己的语言的。在这里逛超市的时候，我还听到他们用当地的语言进行交流了，能感觉到他们和外地人交流呢，一般都使用英语交流，所以说他们的英语是没有问题的。从路牌也可以看出来他们主用的语言就是英语和莫霍克语。1614年荷兰在美国哈德逊河一座岛屿上建造了一处堡垒，开始同当地的墨西干人进行皮草贸易。1628年莫霍克人击败了墨西干人，开始垄断同荷兰的贸易。莫霍克人和荷兰人由此成为盟友，荷兰人呢为他们提供装备，以对抗其他同法国结盟的部族。1645年莫霍克人同法国人缔结合约。1666年法国对纽约中部的莫霍克人发起进攻，烧毁了当地所有的莫霍克村庄和食物储备。作为和谈条件之一莫霍克人被迫接受耶稣会传教。1669年开始，传教士使许多莫霍克人皈依基督教，并迁移至蒙特利尔附近的2个传教村庄。这些莫霍克人后来成为了法国的盟友。在西尼德兰被英格兰征服之后，居住在纽约的莫霍克人成为了英格兰人的盟友。自1690年开始呢，纽约莫霍克人经历了一段新教浪潮，许多人在洗礼之后获得了英语姓氏，还有一些人得到了完整的英语姓名。
在法国印第安人战争，又称7年战争时，莫霍克人同英国人保持了同盟关系。1754年，奥尔巴尼会议召开的目的之一，便是修补双方的关系。在18世纪中后期，大多数莫霍克人居住在英属纽约省莫霍克河沿岸。莫霍克人同殖民地的人民土地纠纷和与英国的条约协定，使他们在美国独立战争中选择对抗美国一方。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之后，也就是美国胜利之后，莫霍克人被迫向西部和加拿大迁移。北部的莫霍克人逃往尼亚加拉堡，南部的莫霍克人呢，则逃往蒙特利尔。1794年双11，莫霍克人代表同美国签订条约，条约允许原住民在美洲拥有土地。莫霍克人还有一个称呼叫做钢梁行者，这是因为帝国大厦在施工的时候有数百名莫霍克族建筑工人，他们是专门从加拿大蒙特利尔印第安人保留区招募的。莫霍克人参与高层建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86年，当时圣劳伦斯河上一座大桥的施工方招募了一批莫霍克工人。当时负责那座大桥施工的工程主管说，莫霍克人没有恐高症，他们爬上桥拱钢梁，在上面泰然自若地行走。过去我们只有最勇敢的工人才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且呢，他们大多数都是帆船上熟练的水手转行过来的。自从那时起，莫霍克人擅长高空作业的名声就越传越广。到了1916年，许多莫霍克建筑工人已经移居纽约，以免每个周末在家和工地之间长途奔波。从那时至今纽约几乎所有的大型建筑项目中都有莫霍克工人的身影。许多人认为莫霍克人天生并不恐高，但其实呢，那是一种误解。曾参与世贸中心重建的莫霍克工人韦伯说我们其实和其他人一样恐高，只不过我们把这种恐惧掩饰得更好。伊洛奎印第安人呢，虽然也从事渔猎活动，但他们更是依靠农业为生，种植玉米是他们的特长，玉米呢是他们生活中的主要食品。他们有相对固定的居住村落，人口比较集中，对领地的范围需求量也相对较小，不像渔猎部落那样需要广大的领土范围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伊洛奎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呢，就是首先呢选定一个定居地点，然后放火烧荒，把林地呢变成了种植农作物的田地，然后搭建被称作长屋的住房这个长屋大概有30-40米长，有近亲血缘关系的许多家庭组成大的家庭，住在长屋里一起居住。过个10年或者15年当种植玉米的田地地力枯竭的时候，整个伊洛奎印第安人村落就全体搬迁到新的地区，然后呢再重复以上的放火烧荒、修建村落的步骤，开始在新的地区生活。伊洛奎印第安人呢，他们不但大量种植玉米，而且呢他们还大量种植烟草，满足自己的消费需要。他们在烟草种植和加工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伊洛奎印第安人种植的烟草后来进入欧洲，走向世界。伊洛奎印第安人的另一个特点呢，是不但务农，而且经商。种植和生产出来的玉米和烟草自己吃不了，用不了的时候呢，他就拿出来交换和出售。伊洛奎印第安人过去成百上千年的历史是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男主人呢负责打鱼狩猎，女主人呢负责种地和管理村落。这种分工呢，就导致了伊洛奎印第安人的母系社会特点。伊洛奎印第安人部落女性掌握权力的特点呢，从许多方面都显示出来。在伊洛奎印第安人的传说中造物主是女性，是女神。其次呢，就是伊洛奎印第安人部落围绕家族中的女性生活，是典型的母亲说了算的社会结构伊洛奎印第安人母系社会的特点呢，第3个方面就是孩子继承母亲的姓名，而不是父亲的姓名这也是最典型的母系社会的特点。伊洛奎印第安人早就懂得近亲结婚的坏处，所以说呢，他们严格规定不能在本部落内通婚，必须找另外氏族的人通婚。部落男性的任务呢，就是作为战士保卫家园，必要的时候呢，还要去攻打外族部落。作为商人呢，要把部落生产的多余的粮食和烟草贩到外部世界。但是这些活动呢，都是由部落的女性掌权者决定的。女性不但负责男子的衣服、脸上的迷彩，就连作为战士和商人的男人与外界谈判的说辞，都是由女人决定的，而男人呢，只不过是传声筒而已。这种母系社会的印第安人部落让几百年前抵达北美大陆的欧洲英法殖民者感到既新鲜又难以理解。
他们无法想象为什么女性可以同时有好几个丈夫，为什么田地财产都由女性控制，而且归女性所有。特别无法理解为什么由女性发布命令，而男性呢只能听从号令。除了母系社会的特点之外，伊洛魁印第安人社会的另一个特点呢，就是非常的独立，非常的看重和保卫自己的主权。多少年来，伊洛魁印第安人不接受外来的控制，不理睬外来权威，管你是英国来的殖民者还是法国来的殖民者。就是在加拿大联邦成立之后啊，伊洛魁印第安人也坚持自己是加拿大的第一民族，坚持要与加拿大作为国家与国家对等的方式进行谈判。近年来啊，时不时的发生印第安人占领和阻断加拿大一些高速公路和桥梁，以迫使加拿大有关当局进行谈判的做法，就显示不承认外部权威的传统。莫霍克部落的男子，他们还在战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19年5月28日，94岁的奥克斯在家人的陪伴下，在加拿大去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啊，为了防止加密信息被敌军拦截破译啊，美国招募了500多名印第安人担任密码通讯员。莫霍克语是选用的33种土著语言之一。1944年的时候啊，19岁的奥克斯就应征入伍了。由于他曾经和加拿大警察发生过肢体冲突啊，所以他选择了为美军效力。然后他在路易斯安那州啊，和其他16名莫霍克人一起接受密码翻译培训，他们被称为莫霍克风雨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啊，他被派往海外战场，在南太平洋、新几内亚、菲律宾等地担任密码通讯员。1946年战争结束后啊，为美军胜利做出重要贡献的密码通讯员被迫宣誓永远保守秘密。奥克斯呢，也搬到了纽约州，在那里做了30年钢铁工人。退休后呢，他回到了魁北克。2008年的时候，美国国会啊通过了密语者承认法，风雨者贡献才得到正式承认。2016年，奥克斯获得了美军银星勋章，这是颁发给美国军队各军种第3高等级的军事勋章，以表彰军人面对敌人时勇敢行动。2018年12月啊，奥克斯获得了第一民族大会颁发的星毯和勋章。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大概是为退役军人提供服务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门口呢还摆着一个巨大的自行火炮啊，它的门口呢挂着2个国旗啊，一个加拿大国旗，一个是美国国旗。看来就是当时呢有很多默多克人啊加入了美军啊。美国政府呢也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向这些北美的原住民致敬，他们发行了一枚纪念币。这个纪念币上呢，就是以钢铁工人身份参与了纽约大规模建筑工程，包括世贸中心、帝国大厦、华盛顿大桥、洛克菲勒中心、联合国总部大楼等等。换句话来说，就是这些来自加拿大的原住民们塑造了纽约市的天际线。有很多烟民啊都会跑到这个地方来买烟，因为这个地方原住民卖的烟呢都是免税的，所以说价格特别便宜。我上网查了一下啊，有一个2008年的新闻啊，他说那时候呢5加元就可以买1条烟在这儿。当然吸烟有害健康啊，最好还是不抽烟啊。我在这儿转了几圈啊，可以看到最多的呢就是卖烟的商店啊。我开车在这儿转了几圈之后啊，去了一家超市，虽然超市比较小，但货还是比较全的啊。卖的大多数是一些日常用品、食品什么的，价格的话没有感觉到特别便宜，可能是大部分食品本身就是免税的原因啊。比较有特色的是，这家店里卖的有他们自己的啤酒和红酒。啤酒的话也不算便宜啊，小罐也要2块钱一罐，大罐的话是4块多啊。然后红酒呢是9块钱一瓶，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加推荐啤酒吧。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